大家好，我是新月。今天呢，和大家聊一下在降息周期下的资产配置。那主要呢是讲三个方面，一个是目前市场的机会。那美国这边降息，中国的话降准降息加两个货币政策。那所以说最近一段时间股市是真的不错。那我们详细来聊一下然后呢就是看一下目前的经济数据会不会有衰退的风险。因为每次历史上降息也好，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好，会出台这些政策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阻止经济过热，或者说经济已经进入了停滞的阶段，那需要一些刺激的措施。那如果说措施起效了，那大家就是继续的繁荣下去。如果说政策没有起效的话呢，那可能就会进入到经济的衰退。那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存不存在这样子的风险。还有个呢，就是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如何进行一个资产配置，我给一些我自己的看法。那我也会详细讲一下，在这个降息的进程中，对于保本理财的一些注意事项。这里放个免责声明，视频中提到的任何关于股票基金 ETF 的投资产品，只作为举例说明，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那大家投资前需要根据自己的判断自负盈亏哦。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的市场。我们先来看一下三大指数，道琼斯指数呢，目前还在明显的上升通道中。那这次的回撤，它的幅度也比较小。那明显的话，这一波美股它的宽度会比上一个周期要好一些。标普500在8月5日短期见底之后呢，也是不断的上涨收缩。那目前呢，已经突破了前期的高点。那目前是在一个震荡整理的区间中。这里面表现比较差的就是纳斯达克指数了，现在还没有突破新高，而且是在这边这个跳空位置受到了阻力，然后现在是往下。那其实也能理解，纳斯达克比较多的是科技股，那它上一波行情当中科技股涨幅是非常高的。纳指呢，它也是在上一波行情当中呢涨了接近于50%。那目前呢，市场在消化这些科技股的涨幅，资金更多的是转到了其他一些周期性的行业中。那我们再看一下一些大股的表现，里面表现最好的呢是 Meta 脸书，那它目前呢在一个新高的位置整理。其次是苹果，虽然说巴老爷子卖了挺多苹果的股票，但是呢它的表现还行，没有到新高，但是呢还是在当中震荡整理。特斯拉最近的表现还不错，虽然说在上一轮中呢，它的表现一直不怎么样，但是目前它其实走的还不错。可以看到它在几号8月5号同样跟市场一样见底之后呢，目前一直在一个上升的区间当中，目前有个加速的上涨。那它目前呢到达了前期的一个压力位，如果能够突破不断往上的话呢，那其实走出了一个是上升的形态。英伟达的表现不怎么样，但是它图形非常标准，它就在明显一个收缩通道中，可以看到它1次、2次、3次、4次，然后试图突破这个通道，但是还是回来了。但是这个通道现在是震荡区间收窄，它还有差不多1个月左右季报吧如果它在季报之前可以这样子在这个区间当中收窄，然后季报之后突破向上，那也是会有波不错的行情。最近美股市场表现不错的行业呢，一个是公共事业板块，还有一个是工业板块，代表的 ETF 分别是 XLU 跟 XLI。 同时呢，降息它是利好房地产、利好金融市场的，所以说这两个行业的 ETF 跟其中相关的股票呢也走了不错。我们可以看到公共事业 XLU 这次的美股市场回撤跟它好像完全没有关系，它就一路沿着10天线往上涨，最近还跳空往上涨了一下。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2只股票呢，一个是 VST，在跳空当天走了 16.6%。 那其实因为 VST 它是一个电力相关的股票，最近因为 AI 驱动了，那各个地方除了算力芯片之外，还需要大量的一个供电，对于清洁能源的需求就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缺口。所以说这只股票的话，从前期这波 AI 市场了之后呢，它其实涨得都不错。和它同一组的 CEG 呢表现也是不错，那跳空当天呢也是走了上涨了 22%。 很快的看一下其他几个行业，像工业 XLI， 你看它这段出来的走势还不错。那里面比较大的2只股票呢，像是极翼它极翼的话其实跟国防也是有一些关系的，还有就是纯工业机械，就是卡特彼勒最近走的都不错。
像降息利好的房产 REITs 啊，这个 ETF 是 XLRE， 图形还可以啊。金融类的 XLF 它涨幅不是很大，但是也是在往上蹭，之前的回撤跌幅也不大，那目前的话也是在一个整理区间。中国股市呢，是因为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利好股市的政策，那最近一周开始猛涨。那它政策发布的当天呢，我也赶紧出了一期短视频跟大家说了一下。利好股市的是2个新的结构货币政策，一个呢就是针对金融机构的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一个互惠便利。怎么样互惠便利呢？就是他们手上有的这些债券、股票或者 ETF 它可以向央行进行抵押，然后把钱掏出来了之后呢，再投入到二级市场，就无形当中扩大了一整个市场的流通性。那现在央行给的资金呢是5000亿，然后如果说政策落实的比较好的话，再加5000亿，然后再加第3个5000亿都是有可能的。还有一个呢是针对上市公司的，就是股票回购、增持、转向再贷款。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上市公司的股东他可以向银行贷款，然后拿着这个贷款呢去回购自己家的股票。那央行给的这些贷款额度呢，第一笔是3000亿，然后同样做得好还有第2个3000亿和第3个3000亿。所以这个一笔8000亿之后还有第2、第3笔的8000亿资金，这么刺激之下呢，那中国股市就涨成这样了。这个是互联网中国的一个 ETF， 它涨了33%。中国大盘股的 ETF FXI 呢，它在上一周涨了19%。当然了，中国股市从2021年2月见顶了之后呢，经历了3年多的一个熊市，所以说这次政策利好确实让它突破了好几个前期的压力位，但是上面还有一连串的跳空下跌的缺口，还有非常多的压力位，能不能走出一个牛市的形态呢？我们还要看市场进一步怎么走。所以说目前呢，我知道挺多大家看到这个政策的利好消息，觉得是一个好机会。那当然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了，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带好止盈止损，因为之后如果出现回撤的话，波动会非常大的大家要注意好资金的安全跟风险控制。那看完了目前的市场了之后呢，我们来讨论一下会不会有衰退的风险。当然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衰退的现象，但是呢，一个是美国开始降息了，一个是中国开始出台宽松的货币政策了，还有一些新的结构性政策。除了刚刚我提到2个新的结构性政策之外呢，还有利好房地产的降准降息等等。那一般政府开始出台这些宽松利好经济的政策的时候呢，就说明经济增长放缓或者潜在存在风险。如果产生衰退的话，对我们的投资会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经济数据。目前这些现象都有存在，经济放缓、通缩、失业率上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2024年第2季度 GDP 增长呢是3%，比上个季度要好，但是跟疫情之前比呢也有明显的放缓。当然疫情那个时候大家全部产业停顿，所以说出现了负增长。那从全球 GDP 的增长来说呢，全球经济的话目前也是在一个缓慢增长的阶段，是在3.3%左右。那发达国家呢是更低一点，那不只是美国，还有英国欧盟这些澳洲这些国家，那他们整体的一个 GDP 的增长呢是在1.7%左右。那他预测2025年的话是1.8%，不会有明显的增长。新兴市场的话，像中国印度这些，还有南美的一些国家，他们的经济增长呢也从原来比较高速的，比如说9%、8%，然后降到了4%左右。美国目前的通胀数据呢是2.5%，从之前的最高水平9.1%，那一路下降下来，控制在不错的一个水平。目前呢还是在正常的通货膨胀范围，是3%左右，那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到通缩阶段。真正的通缩的时候，数据是会降到0或者是0以下的。失业率是有小幅的上涨，那目前的话呢是在4.2%，其实还是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因为
失业率在5%以下是认为是充分就业，美国这边还是属于一个充分就业的状态。但是鲍威尔上次的会议的时候也说了，那他接下去的目标呢是从控制通货膨胀转移到关注失业率的一个数据，所以说那个就业压力这边确实是有增长，大家可能目前也可以感觉到很多公司在裁员啊等等，或者说是非常多的full time 就是全职工作消失了，然后转到了兼职工作或者是一些自雇的职业，那这个呢也是经济放缓的一个表现形式。我们可以从图上看到，美联储之前的几次降息呢，都会在经济上面出现一个放缓的趋势或者是下降的一个状态。那目前呢，我们看到的经济数据其实还是在可接受的范围，没有说进入到衰退。之后的几个季度的话，会不会出现不太好的经济数据呢？那我们需要进一步观察。那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如果说真的经济进入到一个滞胀或者是衰退的状态呢，我们也需要调整自己的投资组合。那我接下去聊一下，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呢，我对于资产配置的一些想法。那当然都是我个人的观点和看法，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对于一些比较高风险的投资，比如说是股市的投资，那短期的机会呢还是不错，因为是政策利好，不管是美股这边的降息，还是中国股市的降准降息，加上2个新的货币政策，那不管是哪个呢，它都是有上升的驱动力，但是同样存在的风险也是非常大的。在操作这些比较高风险投资的时候呢，记得带上止盈止损。比如说像京东这只股票，它一路跳空上来，涨得非常好。那我呢是在它政策出台那天，就是23号这天买入的。那买入当天呢，我就以它跳空的低点作为止损线。那它之后每一次跳空上涨的时候呢，我就把止盈线往上移，对吧？然后它跳空一次，我就移一次我的止盈线，跳空一次移一次。那到目前为止呢，它在这边最后的一次跳空低点在这边就是38。其实今天是9月30号周一，我录制视频的，它其实出现了一个 reversal 放量的 reversal， 其实挺危险的，现在走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我还是准备等它跌破我的止盈线再走，它跌破了，那我就先走，然后等下一个买点。那目前短期的上涨趋势动力是很强的，但是砸下来砸盘也是会挺厉害的，那大家就是先保住好自己的资金比较重要。那如果对今后的经济的不确定性担忧的，或者是偏保守的投资者呢，其实可以在这个时候增加保守投资的比例。那虽然说目前是在降息的进程中，但是利率的水平呢，还是处在相对的高位。我们先来看一下国债，那从降息之后呢，国债的利率就全部下5%了，5%的历史已经是不再有了啊。那短期国债的话，最高的利率也是只有4.9%，那更不用说1年期到10年期的国债，它的利率都是在4%以下了。那20年和30年呢，目前还勉强维持在4.1%以上。我们看一下最新的官网的拍卖结果，它拍卖的时候呢，固定利率和你的收益利率是不一样的啊。固定利率的话，20年期它现在给到是4.125%，30年呢是给到4.25%，那真正拍卖之后的实际利率是在4%左右。你说这个利率太低吧，跟原先5%比起来，或者说是它的固定的给的利息的利率跟原来的4.75%比起来，确实是低了很多。但是呢，以美国每次降息之后利率基本上杀到0这样子的一个利率比起来呢，那目前4%其实还是不错的。大家不管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都稍稍配置一点，然后每个月拿利息的话呢，作为一个保守投资还是不错的一个方向。再来说一下美元的定期存款 CD 的利率，其实定期存款利率它是不同银行不同时期它都会有变动的，所以说你每次购买之前最好查一下。但是呢，它大致的利率呢和美国的基准利率上下波动。目前美国基准利率呢是在5%左右。那如果我们从券商这边直接查询，那这比较方便一点，比如说 Fidelity， 那我们可以看到3个月期的呢是 4.65%， 那一直到10年期是在 4.3% 左右。那目前它是在一个4%以上，4.3%左右一个
利率徘徊。当然了，市场上你要找的话，还是能找到一些小银行给到5%以上的利率的，比如说是这家那个BARCLAYS 这家银行吧，它给到了，比如说这边看一下啊，它没有到5%，是有APY。5.1%，6个月的一个 CD。那当然了，你需要这些小银行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直接在券商这边买到了，你需要到他银行这边去开户，然后呢，就是买它一个定存 CD。不嫌麻烦的话，可以试一下。那不管在买到期的国债，或者说是定期存款的时候，我们都要考虑一个存多少时间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可以考虑一下美联储的它一个降息的进度。目前最新的美联储会议就是2024年9月18号的这期会议呢，鲍威尔是宣布了降息0.5个点。那目前美元的基准利率是在4.75%到5%之间。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呢是我们称之为点阵图，就是美联储的大部分官员他们给出的一个利率的区间，他们就是各自的一个观点。那根据他们这些观点呢，我们可以看到最大区间。那我帮大家整理了一下可能的降息范围和进度。那在24年12，也就是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呢，大概率会再降息0.5个点，也就是到时候的利率区间大概率会在4.25%到4.5%之间。那到明年的话呢，美联储大部分的官员呢，他们的态度是再降息1个点，那也就是到明年年底，很大概率美元的利率区间会在3.25到3.5之间。那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如果说你有些钱在短时间不用的话，是不是要存的时间稍微长一点，趁着现在4%以上的一个利率区间。当然了，到2026年那个时间就更远了，所以说预测准确性会更低一些。但是以目前他们的态度而言呢，会到时候再降0.5个点，也就是在2.75到3%之间。并且他们最近的一次会议是说会长期维持这么一个利率期间。那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么一个降息的进程和它的一个利率区间，配置自己的定存或者是国债。活期的钱放到货币市场基金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它的风险非常低，然后它的利率呢是相对于定存和国债都会高一些。那盈透的话，它现在你如果是1万美金以上放在里面的话呢，它自动给你3.78的利率，那10万美金以上给4.28的利率。它还特地跟其他券商比一下说，我给的好大方啊。那不同国家的货币呢，它给的利率也是不一样的。这个表格的话，我把它放到视频的下方。还有一个呢是富途陌陌，那你现在如果开户入金的话呢，它先送15股的免费股票，然后呢可以存到它一个利率8.1的货币基金当中。那它是搞活动，所以说前3个月的利率是8.1，3个月以后呢，它的利率是4.6，其实也不错了。以现在利率来说，4.6的利率就是长期，也不能说长期，这是活期的，就是根据市场利率变，美联储利率在变动的话呢，它跟着这个基准利率变动啊。那开户链接呢，在视频下方。那今天就先到这里了。我接下去呢，会关于保守投资，特别是保本投资，出相关的一些视频其中有挺多的注意事项。我再看看你们最近问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我针对你们的问题出一些视频。那有问题呢，你们也在我视频下方留言，我看到了都会回复的。好，那谢谢大家的观看，那我们下期再见啦。